大家好，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突然访华，引起了德语区媒体围观。他们是如何点评这次意料之外而又不寻常的出访的？我们先看德国焦点新闻的报道以及网友评论。北京高度重视两国关系，乌克兰外长到中国寻求和平解决战争办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正在中国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秘密会谈，以寻求解决与俄罗斯战争的办法。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已开始与中国外长王毅会谈，以寻求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实现公正和平，并深化双边关系的途径。据美联社报道，此次会谈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举行，是乌克兰外长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访华。中国强调与乌克兰关系的重要性。据美联社报道，在乌克兰外交部发布的一段视频中，王毅在周三的开幕致辞中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与乌克兰的关系，尽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但双边关系发展正常，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有所增加，这表明两国关系是稳健的。中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中国正在推动结束战争，至少正是考虑到双方的利益。这一立场与乌克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俄罗斯撤军是任何和平解决方案的基础。库列巴在其社交媒体上强调，我们必须实现公正、稳定的和平，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乌克兰推动与中国进行更多直接会谈。据路透社报道，库列巴提到，他将与中国同行举行全面、详细和实质性的谈判，以寻求实现和平的共同办法。我们必须避免和平计划之间的竞争，基辅和北京进行直接对话非常重要。他在 Insta 上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库列巴自周二起访华，并计划于周五结束此行。这是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高级官员的首次访华。中国尚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国际和平倡议与中国的作用。近几个月来，特别是11月美国大选之前，各种和平倡议纷纷出台。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在此次大选中重新上台，后者已经宣布，如果他再次当选，将削减对乌克兰的重要援助。迄今为止，乔·拜登总统领导下的美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的支持者。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和巴西于今年5月联合发表了一份6点和平建议，设想召开一次交战双方都承认的国际和平会议。乌克兰还计划在今年举行第2次国际峰会，以推进其和平愿景。这次峰会预计将在全球南部的一个国家举行，俄罗斯也可能参加。乌克兰希望中国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好，朋友们，这就是刚才焦点新闻的报道。我们接着看看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节选一些段落来翻译。本周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对北京进行了令人期待的访华，这是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访问。因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的邀请，会谈将持续3天，具体细节尚未公布。乌克兰驻华大使馆在会谈开始前发布的部长致中国朋友的视频信息中称，两国关系将首先建立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北京实际上很喜欢听到这句话，因为中国主要是在台湾岛共和国的冲突中使用这句话。中国对台湾岛共和国提出了主权要求。另一方面，从基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无论是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非法吞并，还是对乌克兰其他4个地区的占领和吞并，在基辅都不被承认。北京不称之为战争，只称之为乌克兰危机。推动有俄罗斯参与的会议。今年6月，中国没有参加基辅在瑞士组织的和平会议，以抗议俄罗斯的缺席。相反，北京与巴西联手推动与俄罗斯举行会议，并提出了一个简短的6点计划。6月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国有计划地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会议。北京最近在中东冲突中证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调解全球冲突。例如，在中国的斡旋下，伊朗自2023年起再次与敌国沙特阿拉伯对话。而据中国外交部称，巴勒斯坦敌对组织哈马斯和法塔赫
周二才就国家临时政府达成一致。如果这是真的，这将是一次外交上的成功，它将巩固中国作为全球南方领导力量和美国替代者的地位。北京知道乌克兰战争对欧洲人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欢迎匈牙利政府首脑维克托·欧尔班或乌克兰外长时，表现出愿意对话的姿态并无坏处。由此产生的形象可能不会改变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但可以降低欧洲，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施新制裁的可能性。中国从与俄罗斯的贸易中获利颇丰，然而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对真正调解乌克兰战争兴趣不大。俄罗斯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一，中国从与俄罗斯的贸易中获利颇丰。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4月底所描述的那样，中国并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战争关键物资，如机械和半导体供应商。尽管一些中国公司已经成为西方制裁的目标，但中国政府对俄罗斯的支持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给它带来任何损失。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战争可以继续下去，直到美国组建新政府。北约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形势也很明确，只要普京在战场上进展顺利，中国就没有兴趣向他施压，俄罗斯统治者也不会向中国低头。好，朋友们，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焦点新闻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乌克兰已经意识到，再召开一次没有俄罗斯和中国参加的和平会议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乌克兰几乎邀请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却忘记了2个最重要的国家。基辅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认为战争不可能在大量要求和先决条件下结束。下一条评论：和平的成败取决于美国的干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都是欧尔班准备的。和平和结束杀戮比什么都重要，这与党派无关，而是与希望并应该活下去的人们有关。下一条评论：在俄罗斯军队完全撤出之前，不会与俄罗斯进行和谈，就像教堂里的阿门经一样，确定无疑。俄罗斯为什么要主动撤军？那普京很可能在命令下达1小时后就死了。双方可以无条件谈判，然后看谁占上风。而且俄罗斯和乌克兰谈判，其他人置身事外。下一条评论：但现在要抓紧时间，免得特朗普当上总统，然后在乌克兰的头上讲和，那还不如赶紧谈判达成协议。好吧，这就是在压力下讲和的速度。下条评论：泽连斯基和库列巴慢慢明白，需要和平，人们不再支持，他们面临着政治压力。下条评论：泽连斯基的下场将和他的一些前任一样。下一条评论：泽连斯基团伙的特使北约库列巴当然不会在中国取得任何成果。下条评论：库列巴不是一个以和解著称的人，他的唯一使命就是破坏中国与俄罗斯的合作，但中国能从乌克兰得到什么？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对中国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乌克兰无疑将追随欧盟的反华路线。下条评论：请多做一些功课，乌克兰正在面向欧盟和美国，在这些市场面前，俄罗斯微不足道。下一条评论：美国和欧洲可能是大市场，但他们正日益将自己与中国隔绝开来，反之亦然。此外，我们谈论的乌克兰市场也微不足道。下条评论：米尔科，也就是上面那位网友的名，也许不容易理解。如果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积极说服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那么西方将不再自绝于中国。俄罗斯现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下条评论：尽管发生了战争，中国和乌克兰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下条评论：库列巴是一位注重实效的外交官，他知道中国人不喜欢被说教，但喜欢听别人的好话。下条评论：这可能是件好事，乌克兰终于有人愿意使用外交手段了。幸运的是，他不需要问冯德莱恩，他现在更喜欢被冷落吗？被他解雇的欧尔班做得很好，他并不孤单，尽管这一点在德国媒体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反应。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避免被贴上别无选择道德标签的灾难。中国人懂得尊重欧尔班，但欧盟却不懂得尊重。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匈牙利外长称特朗普是隧道尽头的曙光，我们还有将欧洲从战争和衰落中拯救出来的一线希望吗？通过外交和美国的独裁来实现和平？欧盟就像幼儿园。下条评论：乌克兰是不是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破产了？即使有更多的武器供应，也无法赢得战争，因为缺乏士兵。下条评论：不，这就是为了向中国展示俄罗斯是多么衰弱，和乌克兰能做什么生意，战术不错。下条评论：好主意，中国想做生意，目前这给俄罗斯造成困扰。下条评论：库列巴是个合适的人选，他的外交主张也很正确，我非常希望他最后能成功的说服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终究是不值得的。原因并不重要，但在21世纪，坦克开进外国领土是不可接受的。当然，这对中国来说也很微妙，因为中国也想侵略台湾。下条评论：中国会像往常一样仔细聆听，权衡利弊，然后权衡能从俄罗斯得到什么，尤其是廉价能源和原材料或可靠的政治盟友，特别是在台湾问题或美国、北约、欧盟问题上，能从乌克兰得到什么？什么也得不到。在政治、金融和经济上，乌克兰对西方的要求言听计从，也就是说，乌克兰没有什么话语权。如果西方对乌克兰说不要与中国合作，那么中国人就亏了。我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相反，他们将向乌克兰表明所谓泽连斯基条件，即完全撤出克里米亚，或对顿巴斯进行7000亿美元战争赔款，以及俄罗斯应销毁所有核武器，这些条件是不现实的。下条评论：中国想要做生意，所以很快就无所谓俄罗斯的反应了，而且不可靠，与西方相反。下条评论：库列巴先生自己知道，乌克兰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赢得战争，他也知道西方只是和平的有限保障者，经济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中国对乌克兰的兴趣仅限于它是连接俄罗斯和西欧的纽带。中国人乐于投资，但他们要求回报，他们的要求应该很明确，重新定位，那就是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之后建立下一个桥头堡，它将是紧邻白俄罗斯的桥头堡，这将带来规模效应。下条评论：不知道这位网友是不是华人？他说，为什么库列巴先生那么快就到了中国？欧尔班坐过的地方还是热的呢。在特朗普和拜登之后，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乌克兰需要立即找到生存的替代方案。从根本上说，每一场战争都是一场能力之战，从人力、物力到技术。如果比较各国的生产能力，中国的能力最强，远远超过整个西方国家能力的总和。尤其是西方国家本身也存在分裂，中国对俄罗斯的生存也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其贸易差额现已翻番的情况下。因此，如果泽连斯基等人需要外交手段，他们无法绕过中国。下条评论：这一定是个糟糕的笑话，好像中国是所有国家中唯一主张对话与和平的国家一样，这太可笑了。更令人苦涩的是，可能与乌克兰面临同样命运的台湾，却立场鲜明地支持乌克兰，这就是对台湾的感谢。下条评论：库列巴现在也意识到，战胜俄罗斯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即使乌克兰人每天都被泽连斯基灌输相反的承诺，即使少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仍然梦想着胜利，但谈判和痛苦的妥协可能是无法绕过去的。下条评论：乌克兰人，你们会投降的。如果你们1年前这样做了，你们的儿子就不会死。罪犯泽连斯基为了几个美元，就把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出卖给了山姆大叔，这让我感到恶心。下条评论：乌克兰人现在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上台后，很快就不会再得到美国的支持了吧？这次访华肯定不完全是自愿的。下条评论：是的，由于拜登的连任已成为历史，
泽连斯基突然愿意进行谈判，尽管他的法令实际上将这种谈判定为犯罪。下条评论：和谈总是从不设条件开始的，库列巴还需要学习这一点。习近平很清楚，一旦实现和平，乌克兰将不想再与中国有任何瓜葛，只是现在需要中国，然后就会抛弃。接着，我们看看德国国家电视1台关于该报道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你们怎么看？这是在作秀，还是最终表明他们对和平谈判是认真的？下条评论：尴尬的是，他们都让欧尔班去做了。过去30个月，这些政客们都去哪了？下条评论：中国人已经知道谁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地缘战略问题。下条评论：哈哈哈哈，是的，当然了，到俄罗斯最好的哥们那里寻求支持。下条评论：刚刚读到消息，乌克兰希望与俄罗斯谈判结束战争。下条评论：乌克兰又缺钱了吧？下条评论：让中国明白，中国有望从欧洲获得比从俄罗斯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应该不难。下条评论：库列巴访华得到了他的主子的恩准吗？下条评论：就是说，库列巴实际上是在要求俄罗斯先投降，然后进行谈判，这可不是谈判的方式呀。下条评论：乌克兰外长访华，那么乌克兰现在是否像匈牙利一样也受到欧盟的批评呢？德国知识说明，这位网友可能指前段时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华被欧盟强烈批评，现在如果欧盟不批评库列巴访华，那就是欧盟的双标。下条评论：他们还谈到了乌克兰从中国偷的钱吗？德国知识说明，这是指前几年中国一家公司收购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付了45亿美元，后来被泽连斯基国有化，但乌克兰方面并没有赔偿中方45亿美元，相当于没收了。下条评论：谢谢您，欧尔班，您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欧洲寄希望于您，真正的民主人士。下条评论：等会儿，这不可能，那些德国的战争贩子们该怎么办？你们可不能只想要和平啊！最后，我们来看看瑞士这家德语媒体日报的网友评论，看看他们的观点与德国人有何不同。瑞士虽然是所谓的中立国，但他们毕竟也是欧洲人。对于中国，可能所有欧洲人他们的态度是出奇接近的。我们来看看吧。第一条评论：中国正在玩一场不透明且半信半疑的游戏，意图是有的，但他们不想与俄罗斯人搞得一团糟，他们更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因制裁而无法从欧洲获得的商品，因此必须对中国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制裁。下条评论：于是这位网友更贴道，但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就没那么容易了。下条评论：美国和欧盟正处于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所以他们得适应。下一条评论：还不如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崛起的时代。当然，我们西方国家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尤其是这些国家不断通过宣传和混合战争来威胁民主社会。下一条评论：中国在玩双重游戏，他向西方展示自己的外交形象，并赞成至少是官方的公平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中国默许从俄罗斯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获得了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为回报，他做着军民两用产品的生意。俄罗斯需要这些产品，主要用于战争目的，并满足俄罗斯对以前西方产品的要求。他还让俄罗斯对其保持依赖，包括在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只要乌克兰战争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继续下去，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就会继续忙碌。中国的大目标是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取代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因此，中国人不会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例如为乌克兰早日实现真正公正的和平而奔走。中国目前的座右铭是做或不做任何能削弱敌人的事情。下条评论：上周，中国还被描绘成大坏蛋，
因为它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产品，即根据国际法始终可以提供，但美国不乐见的产品。现在又有报道称，中国希望通过和平倡议等等等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说，中国人做什么都是错的。下条评论：中国人只是在残酷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择手段，包括支持俄罗斯罪恶政权，并在外交上取得进展，损害乌克兰的利益。这是对还是错？这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对于我们这些捍卫国际法、民主和自由的人来说，中国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好，朋友们，我们刚才看了德国媒体的报道，以及德国还有瑞士的网友的评论，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期见，拜拜。